这是巴基斯坦当地的货车轮胎翻新技术。由于受当地条件的影响，轮胎翻新产业在当地可是一项香饽饽的生意。首先，工人会从回收的旧轮胎里面随机挑选一个，这些轮胎都非常破旧，要么就是已经报废了，要么就是因为破损比较严重导致无法修复。不过来到这里，就没有巴铁翻新不了的轮胎。首先，这位师傅先用机器举起轮胎，然后用灯照明轮胎内壁，检查出轮胎内部的破损情况，然后用粉笔将破损的地方标记起来。紧接着，师傅将轮胎架到这台打磨机上。现在正式进入到了轮胎翻新的第一个步骤。首先，这位师傅需要检查轮胎是否垂直，防止旋转时出现摆动。检查无误之后，便开始对轮胎的胎面进行打磨。因为由于每辆车行驶的路况不同，轮胎表面可能会出现倾斜、偏磨等一些情况，老师傅需要将轮胎的表面打磨掉一部分。这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下一步骤，打磨需要一定的弧度，这样才能发挥轮胎最好的性能。随后，打磨师傅检查最终的尺寸，因为打磨深度不同，每个轮胎的胎面尺寸都可能会不太一样。打磨工作目前就已经完成了，用塑料膜对打磨好的地方包裹起来，防止沾上脏东西。接下来送往下一个部门进行加工，这个部门会检查轮胎表面受损更加严重的地方。格子衣服的大哥会先标记出一些较深的坑，然后利用打磨工具将这些不平整的表面进行打磨。如果不进行打磨，可能会对后续的翻新质量有影响。随后利用高压气枪吹去表面的灰烬，然后再用大号的打磨工具沿着轮胎原有的齿进行加深。到这里，这个部门的工作就算完成了，打包好轮胎，送往下一个加工部门。这个部门的工作就比较轻松了，这是公司的轮胎破损修复部。只见这位胖大叔举升起轮胎，将灯放入到轮胎内部照明，他需要对标记好的地方进行修复。胖大叔直接拿来锯片对轮胎进行打磨，使表面变得粗糙，然后在上面刷上一层黑胶水。胖大叔随后拿出一团软绵绵的黑色物质，只见胖大叔将这团物质塞到了轮胎破损的部位，然后再将这团物质抚平。最后大叔拿出一块补丁贴在了破损的地方。那么大叔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。接下来进入到贴轮胎皮部门，牛仔裤师傅首先在轮胎表面刷上一层厚厚的胶水，然后取来一节新的轮胎皮进行打磨。因为翻新过程中每个轮胎的周长都不太一样，所以他们先要进行测量工作，然后给轮胎皮也刷上胶水。接下来蓝衣小哥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只见他先将一小块轮胎皮贴到轮胎表面，然后将剩下的轮胎皮沿着轮胎绕了一圈。这一步其实是为了检查轮胎皮尺寸是否有误。检查没有问题之后，蓝衣小哥会撕开保护膜，将轮胎皮贴到轮胎上面，最后在衔接处用胶水封闭，然后再利用钉枪进行固定。接下来还需要用机器对轮胎的表面不断的碾压，使新的轮胎皮跟轮胎更好的贴合到一起。经过10分钟的碾压后，蓝衣小哥在轮胎边缘封上一层材质，最后这层材质会在加热后融化，使轮胎皮跟轮胎紧紧的连在一起。基本上到这里翻新工作就完成了一大部分了。再次将轮胎架起，随后他们取来一圈塑料皮，将轮胎包在里面。最后年轻小伙给轮胎装上内胎，然后将轮胎转移到特制的轮毂上面，将轮毂固定好。最后一步对轮胎进行充气，在充气完成之后，检查是否会漏气。最后将充满气的轮胎送入到锅炉当中，轮胎需要在里面小火慢炖8个小时，直至轮胎完全冷却。8小时之后打开锅盖，一个崭新的轮胎便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工人师傅取下特制的轮毂，这是加热时防止轮胎发生变形，而外面的轮胎皮是为了给轮胎一个束缚，防止轮胎膨胀过大。最后取下内胎，一个全新的翻新胎便加工完成了。大家觉得这质量跟新的比有啥不一样的呢？